好，我们接着看看哦，这个川普当然哦，他在选前就讲了，他要把非法移民通通赶走。你看他多厉害，多会做生意。一方面把非法移民赶走，另外一方面他大卖金卡，叫做川普金卡。而且热销，基本上就是把一些有钱人给弄到美国来。我们先来看看呢，最新的是哦，川普哦撤销53万4国的移民合法身份哦，从4月24号你就得离境哦，包括哪4国呢？古巴、海地、尼加拉瓜跟委内瑞拉哦，他们有临时的合法身份证，那是在拜登时期哦，那个时候有一个2年的临时入境许可，现在我都把你撤销，你即刻赶快把你家的这个家当收一收，4月24号之前就得离开美国。而另外一方面，他在不断的发行这种东西，川普金卡，叫做金卡签证，你只要拿得出500万美元，大概合台币1.64亿，你就可以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哇！有钱人就来了呀！你看到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就说：“我们已经算过了，全球有3700万潜在买家，弄起后亚郎啦！那川普总统认为可以卖出100万张，光是昨天一天卖出了1000张，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吸引有钱人来，把一些非法移民、穷人，简单讲赶走。”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加拿大现在跟美国的关系真的不太好新任的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主张对川普更强硬，并且我们看到加拿大要提前选举国会大选，卡尼就说只有拥有强大的民意授权，我们才能够在面对川普的时候为加拿大人谈出最好的协议，所以他们就变成非常的 tough。那另外呢，川普跟加拿大之间的争执除了这个关税之外，你看到还有天然资源，包括水资源，因为在加拿大跟美国中间有一条贯穿2国的一个河，叫做哥伦比亚河它被称为巨型的水龙头。因为它可以做很多的供水啦、发电啦，而且这条河是美国40%以上的水力发电来源。那过去我们知道60年来大家2国就是相安无事他们有签这个所谓的条约。可是现在川普想要暂停因为现在要续约嘛。那川普想说，我这个可能要不续约咯。可是必须讲。这个合约有精神的，有时候你要不续约如果你要放弃的话，你必须10年前就要通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水权啦还有包括电啦各种方方面面在这2国之间还有的打。而另外欧洲也一样你看这个欧洲呢，好几个国家现在发出了罕见的警告告诉自己的国民说，如果你要去美国，千万谨慎。就是德国的外交部已经向他们的公民发出了旅游建议，说如果你去美国拿这个美签或者是免签入境许可没有办法保证你都可以顺利入境因为已经有好多的例子被留置了他们国家的公民。所以你看到现在包括央行欧洲的央行密商，联准会不救援。川普重启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呢，部分的欧洲央行监管官员开始担心美国的联准会是否能在市场的压力下持续提供美元支付，所以呢，他现在开始寻找替代方案。这是欧洲开始有一点点未雨绸缪了。美国现在呢也爆发了鸡蛋荒很难想象买不到蛋蛋非常贵，所以美国向欧洲各国想说，你卖蛋给我吧，可是他们不是装死就是拒绝那还有网友，这是美国的网友自己讲说，我们根本就变乞丐了，沿街在乞讨了door to door begging 所以你看到美国怎么会落入这种状况买蛋都买不到。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因为现在不是在节约吗Doge 在节约在砍这些所谓的预算跟经费，现在连科研的经费都在砍所以欧洲呢就趁你病要你命趁机招揽美国的人才。我们看到《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科学界面临来自川普政府的双重威胁，第一个是删预算，第二个是限制某一些主题相关的研究所以有一些人就跳槽啦，他们就去欧洲啦那另外我们看看印度这个国家它也某种程度被美国给拖垮。大家知道现在川普上任之后金价大涨，因为很多不确定性嘛，结果印度变受害者。为什么？
因为印度政府在2015年为了降低借款成本，他们推出一种叫做纸黄金的债券，希望降低发债的利息。没有想到现在黄金价格飙升啊，所以他们惨赔很惨呐那现在印度制造本来想要取代中国制造，可是梦碎印度官员说23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现在已经夭折了本来他们有一个计划叫 PLI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现在看起来已经这个必须宣告失败了想要取代中国变成印度制造暂时受挫。来，请教亮哥。川普那个金卡签证就500万就可以拿到绿卡的意思那它是取代原来的 EB-5 签证是100万美元投资，然后创造10个就业。其实原来的 program 是比较合理的。他如果500万，然后不用创造就业，就可以拿到绿卡，对不对？全世界的违法分子通通都变成美国人。真的反正我有钱我就去。本来就是啊，所以这个总统就是不负责任嘛，就是要钱呢。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要不要钱的问题啦，是很多政策是要全面看的。对，所以美国原来的 EB-5 是有道理的，要求你创造就业10个人，对，那100万美元就开公司嘛，就给你绿卡，所以我觉得川普有很多政策都是属于这一类啦，就是我只做4年，所以我要立即看到东西，实际上对等关税也是这样的概念，至少我财政部有收入啊，那到底谁认了这个成本，那你家的事啊。不管是进口商、出口商或消费者认的成本，我都不管，我只知道联邦政府有了收入。他就是这种想法嘛。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我们怎么撑过川普4年，所以不要让他得逞。现在才刚开始就这样。而且因为很多国家都发现，对他强硬反而不会有事。对，比如说中国、加拿大。对。欧盟，我认为都会强硬。那欧盟因为有相当多的国家嘛，那加起来 GDP 也蛮大的，所以欧洲国家绝对不会让那为什么他们越来越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欧洲啦，因为他们的结盟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也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我干嘛甩你川普啊？而且搞不好你明年期中选举，你众议院就没过半，有可能啊，对不对？对啊，因为他也赢没几席嘛。所以我跟你讲，我认为欧洲会非常强硬没有理由让的啦。因为川普已经颠覆了欧洲的很重要的一些基本价值，是比如说气候论坛，这个对欧洲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永续发展嘛。还有那个我们讲那个自由基本的人权一大堆啦，还有对移民的看法啦，多元啊，很多啦，很多。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倾向于对这个人没有让的必要，而且他也搞得一团乱啊。比如说，我觉得最倒霉就马斯克马斯克我帮他对了一下，最近2个月那特斯拉被烧了电，被丢汽油弹的，乱七八糟，超过30个案子。而且股价一直跌，而且在很多州对，所以我说，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啦。连美国联准会也不能够预期今年到底降息几次。那美国的投资界啦，也不确定要不要叫大家进场买美股，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了那4月2号有人说那一天会不会利空出尽说从此以后就逐渐走向确定的政策，这我也不敢保证，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说啊。所以我跟你讲，而且我跟你讲，非法我们现在是看到马斯克搞那个政府效率部大量裁员，他已经裁员联邦政府超过7万人那这个造反就已经一堆了。对，非法移民的造反还没开始嘞，非法移民也是会犯罪的一定啊。那现在又加了一个，不是嘛？那4个国家赶走53万人，通通都要赶走。对，那等于是那些人突然又变成非法移民，再加上去，是。那这些人都已经在美国住过一阵子了，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躲起来，撑过你这4年对，就是这样啦。所以现在可能越来越有一个概念叫做
如何撑过川普4年。不管是个人或是国家都在想如何撑过川普4年。来，将军，我认为印度制造想要取代中国大陆制造，我认为困难度蛮高的，因为印度在各种的政策上面没有形成重点，因为你要取代的话，你要形成重点，它没有形成重点。我们拿这个军事工业来看的话，印度到现在为止，它的战机都发动机都做不出来，哎，发动机向美国买发动机，然后自己来设计飞机，然后这样，那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印度人口14亿，是世界上第1人口大国，一个发动机做不出来，那他想要这个取代中国大陆，我认为在这方面呢困难度蛮高的。比如说，他现在最好的飞机第5代的话，就是那个向法国买的标风战机啊，美国那个 F-35还没卖给他，他自己也做不出来啊。那俄罗斯的这个苏57，到现在为止，那印度也没做决定说要向俄罗斯来买苏凯57啊。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也就是在军火这方面的人，它没有形成重点。我们看它的光荣战机，要到10年后才能够完成它的全作战阶段。10年后，2035年了嘞，它形成变成全战备阶段，那个时候可能武器装备又到达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我认为印度在这一方面它是没有形成重点。我们看中国大陆，我们来看中国大陆，它经济发展，它搞"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完毕之后，它搞轨道建设。包含这个我们讲的这一般的铁路，还有这个高铁，它马上做交通建设，马上因为交通建设四通八达之后呢，它整个经济就会繁荣起来，然后也搞重点发展无人机，所以大疆无人机在全世界市占率70%，在美国市占率57%，在中国大陆市占率在达94%，那么高，为什么它重点发展无人机？它知道将来是无人机天下，可能外送外卖可能要靠无人机来送，好，那现在它走到 AI， 走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有人形机器人在路上跑去送货，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它形成重点。还有那个，比如说在这个太空领域上面，那中国大陆天宫太空站，它也发展太空，它也形成个重点，然后就形成表示在太空站有相关的这个太空的科技，还有它的科研，要在太空中在零重力的状况之下，要在零重的状况下要去做，那它到太空去了，那就这样了。那印度也想要在太空争霸。但是看不出来印度有这方面的形成个重点，然后也交出个成绩单呢？没有啊。那中国大陆甚至到月球的背面，把月球的土壤挖回来做研究。印度在这方面还没办法达成不要说这背面正面都没办法达成。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形成重点哦，然后就变成分散式，各个领域啊都想超越中国大陆，但各个领域没有形成重点呢，也就没有办法达标。你看中国大陆经济就起来了，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印度还是没办法脱贫的，还是穷哈哈的，贫富不均的现象非常的严重。所以印度在这一方面，它的条件没有形成，所以我认为它的这些相关的政策没有配搭，想到什么做什么。而且印度有个状况，他喜欢讲大话，那喜欢讲大话就会不务实，那就会感觉到好大喜功，结果实际上很多的事情没有很扎扎实实的去做，变成软体条件不够，硬体设施又不足，那却想要形成一个很大规模的成果，那是不可能，那是缘木求鱼的。来请教大钟老师。对，因为川普是一直很骄傲的说他要创造美国的这个黄金的世代，但国际社会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啊。有一派认为说，其实川普可能自己在撼动美国所一手打造的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且这国际秩序已经维持了70、80年。是，美国是主导者、创建者，而且一直是维系者。那主要就是因为川普不太讲究什么理念啊，什么道德高地、威望，什么领导地位，因为这些看不到摸不着。他所认定的国家利益一定是看得到摸得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在乎关税、港口、基础建设、稀土、关键矿产、天然气、石油这些东西是他真正在意的事。所以他对于美国所提供公共财，他一点都不是很在意这个概念。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会让过去多少年来比较习惯跟美国打交道的美国盟友会水土不服了。第一个水土不服就是欧洲因为欧洲最明显，因为欧洲还是非常讲究一些价值，那包括一些进步的价值，所谓的进步价值，包括气候变迁。但是现在能源政策、气候变迁、绿色经济这些完全不是川普所在意的重点。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案例，其实是加拿大。
因为这是再度印证国际政治会影响国内政治了。因为杜鲁道为什么下台？因为他做得很差，做得很糟糕。但是现在呢，上台的这个所谓的卡尼这个新的加拿大的总理跟首相，他的民意支持度居然已经跟在野党打着五五波。本来今年1月份的这个民调，这个失去执政权10年的保守党的党魁这个伯利兹，大家都觉得他可以躺着胜选，因为根据民调他40几%，执政的在野党自由党就20几%，所以如果是1月份选举，加拿大新国会的343席，在野党可以拿下200到240席，单独执政。但是到了3月份，当这个新的这个卡尼上台之后，领导自由党，而且现在已经宣布4月份就要改选，这个民意非常清楚。卡尼对他自己党员的这个诉求，当时选党魁的时候就说：“我最有能力去对抗川普。”这也给大家一个启发，我有能力应付川普所带来的变局。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凝聚力、团结力就起来，因为他真的是目前唯一做过 G7 里面2个中央央行的行长，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豪情壮志。所以加拿大、欧盟可以看到，目前各国对于川普的政策其实都是有备而来，因为川普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菲律宾的状况，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关注嘛，前总统杜特地被送到这个国际刑事法庭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是说是有人讲杜特地向中国大陆申请政治庇护可是刚刚我们看到 MOFA 中国大陆的 MOFA 说没有并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那中国也没有所谓的拒绝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收到这样政治庇护的讯息。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呢，这个是萨拉就是杜特地的女儿，也就是现任菲律宾的副总统。他说我的爸爸很自信面对指控，而且他健康有好转，所以没有问题的，他可以撑过这一次的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审判。那国际刑事法庭呢设4月是杜特地案的证据公开截止日，要在4月之前4月4号之前。有任何要指控他的任何证据要在这个听证会上提交的书面证据啊，什么什么，通通都要给，在4月4号是 deadline。那另外呢，很多支持者在国内不断的有大型的示威那我们看到他的女儿莎拉就向支持者说，不要让其他人被绑架那我们再来看看呢，他自己也讲，我可能是 ICC 下一个要逮捕的人散发这样的讯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国内这个在菲律宾的内部，其实现在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动荡。而另外小马可是那当然大家把矛头指向他，认为他是政争这一波政治斗争的发起人。可是他自己的亲姐姐艾米看起来好像跟他的意见不太一样他公开批评菲律宾政府把一位前领导人移交给外国的审判机构，相当于成为外国的奴隶并且质问菲律宾什么时候变成了海牙的一省这个话出自于小马可仕的亲姐姐的口中所以那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呢，艾米说他这个包括这个能不能够进入他弟弟，也就是现任总统参议院候选人的名单，他也不确定。他说我们国家的主权岌岌可危这比选举竞选和政治更加重要，更加的令人不安。而另外呢，菲律宾国内有一些所谓的打压新闻的事件出来，像是有一些部落客就说他们声援或者是抗议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同意见在网络上面也被打压，他们很担心怕会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当时老马可仕只允许4家报纸来这个运营而且由独裁者控制，就是简单讲就是担心言论被限缩，言论被控制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态度。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将在这个月的月底3月28号到29号访问菲律宾，这是他第一次亚洲行的首站，就从菲律宾开始。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美菲之间的肩并肩军演也即将登场，会在4月21号到5月9号举行。那菲律宾的准将罗吉科撂狠话，他说我不在乎中国如何回应，如果让他们夜不能寐，晚上睡不好，就意味着我们的策略奏效。看起来抗中的态势也是强硬。
那中国是共同的敌人吗？这个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菲律宾的参谋总长邀请印度跟南韩加入 Quad， 可是印度呢某种程度的回应是很奇特的印度没有接受在被问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印度军方说目前不清楚这件事情来回应，而印度的总理莫迪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不希望这个变成冲突他很担心分歧变成冲突。来请教亮哥。这个杜特地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了，因为3月28号他80岁大寿嘛，快到了那我觉得目前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大概有点进退两难啊。理论上他搜证完毕，那9月要判决，那可是菲律宾5月12号要大选，那目前的态势对小马可是比较不利了因为基本上人家就批评他践踏主权嘛，因为这种案子没有理由要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来判决，你菲律宾有司法体系啊，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态势，大概10天前沙拉杜特地民调是29，那现在是39，那小马可是民调跌到20啊，所以我看5月12号如果要改选，我看大概没有人希望他站台吧，这很现实的啦。对啊，因为所有的议员都要改选，所以目前亲小马可仕的英文报纸开始反扑了，因为菲律宾的英文报纸大部分是亲小马可仕的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矛盾啊。第一个就是吕宋岛跟敏达纳尔，杜特地、敏达纳尔他们家族通通都是达沃市长2个儿子1个女儿都是达沃市长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已经执政多久了。可是敏达纳的人口只有2400万，吕宋岛的人口是6200万那大家都知道小马可仕家族是吕宋岛的，对那吕宋岛历史上也是比较亲美的啦，所以我认为沙拉杜特地也要小心就是你如果搞得太区域对抗，对你不一定有利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大的议题啦比如说这个议题就是捍卫菲律宾的主权，那这个吕宋岛的人应该也会支持，所以他要去拿捏用什么议题啦。那我觉得如果在罪证收集完之后，杜特地是不是可以离开荷兰这也是一个关键那我建议他最好回来了因为他留在那边也说不过去，不过回来也会很大的震撼因为很多议员都会邀请他站台，杜特地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而且当年的反独事实上是奠定了菲律宾后来的经济发展还有基础建设的基础，所以很多老百姓都感念他。现任的民调是81没有看过这样的人的民调了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故意啦，这里面一定有政治设计的成分啦。那谁叫你小马可仕这么笨，你就中人家的计然后他就给你耗着那你是这个没有保护好菲律宾的主权然后让国际看不起你这种言论就不断出现嘛。所以你就看小马可仕，因为肩并肩军演是例行的，对，那大概4月21到5月几号这样，所以小马可仕现在又开始打亲美牌嘛，比如说那个有关那个跟中国大陆的主权争议，现在又开始了他想说这样可不可以挽回我自己的民调，他跟那个尹锡悦有点像就是菲律宾跟南韩的亲美的人口至少有40%啦，至少你说这2个国家的亲美人口都有40%，所以小马可仕只好用这个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原来的支持者，也是孤注一掷然后开始放一些话说杜特地亲中那还有中国大陆开始举办菲律宾网红的那个活动而且一直有一个传言了，说是杜特地在香港的时候有向中国申请政治庇护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今天 MOFA 已经说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我认为他就是将计就计了因为他认为荷兰不敢判他罪了这个怎么会符合违反人类罪嘛？又不是战争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赌啦，而且我证明这个赌是有用的。他女儿的民调已经增加10%了，对，上升了，对不对？那小马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是。这巴不得你赶快回来吧，不然这种主权问题怎么办？怎么弄呢？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问将军怎么看菲律宾的政争？菲律宾我们来看，因为我们看了就2025的美国跟菲律宾的军演，那个从4月21号到5月9号，总共19天，算时程的拉的蛮长的。因为去年2024那个肩并肩的时候，那兵力规模大概16000多人，那今年也是16000，所以它的规模盖等，时程19天也盖等。但是我们要看几个指标。这个美国是不是挺菲律宾？我认为有几个指标可以来做检视，因为他去年也是打这个舰对空飞弹，还有这个地对舰的飞弹，他摧毁那个报废的那个我们叫的补给舰呢。是。那今年的话，他打的那个防空飞弹是西北风3型的地对空的飞弹，这是法国做的。西北风的飞弹是法国做的，另外还有他这个地对舰的飞弹是打长钉飞弹跟海星飞弹。他也要摧毁他报废的军舰，2次大战的嘛。然后我们这样来看的话，那这科目也跟去年也盖等，但是问题是他观摩团变多了。去年的派观摩团的包含日本，包含澳大利亚，也包含法国。那今年多了3个国家，英国也派了观摩团过来，加拿大也派了观摩团过来，韩国他也派了观摩团，今年变成6个国家派观摩团，所以这个有点不一样，观摩团变多了，是这个样。那我们来看有几个指标可以来检视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有没有说对中国大陆会产生压力，让中国大陆晚上睡不好。我认为不会，中国大陆可能晚上继续睡大觉了。为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演习结束之后，5月9号演习结束，美国在菲律宾以前的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会不会留下了他的战机跟他军舰停在那个地方？我认为不会。去年也没有啊，演习完毕就走了，打包整个就走离开了。那你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跟这个苏比克湾，这是为美军而设计的，而且是美军的驻点，现在只是维持小量的后勤补保，这个人员在那个地方而已。那演习完毕又走，那这个意义就知道了吧？跟去年完全一样嘛。那中国大陆怎么会睡不好呢？一样继续大睡。第二个，我们来看了菲律宾的国防预算，今年2025年菲律宾国防预算只有54亿美元。太少了嘛？你这54亿美元，你能够维持什么样的规模？你应该增加这个军备，增加国防预算才对嘛。第三个，我们看演习完毕之后，美国有没有卖这个2手的旧的 F-16给菲律宾？菲律宾最好的就 FA5栋，就前一阵还撞山1架，现在11架。是。那第二个，他有没有向法国去买法国的标风战机，甚至法国要淘汰的这个幻象战机有没有买？我看这个也是个指标。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菲律宾的小马可是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呢？肩并肩的军演也即将登场了，请教老师。对，因为这肩并肩其实是年度的军演哈，最早是从90年代出席到现在啊，就像刚才将军所讲，其实去年的规模跟今年是差不多的。那去年还有所谓的多岛演训哈，但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美国的战略版图里面，菲律宾所扮演的角色的确他的军力就不是很强。他所扮演的还是比较那种外交上的一种干扰，或是一种帮忙美国去制衡北京发展。我觉得这个角色在拜登过去4年非常非常的明显。好，所以说他们美国跟菲律宾的军事联盟其实1952年就确立了，但这么长的历史里面，其实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进跟输，还有跟中国大陆关系，还是要看领导者他在他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判断。那现在这小马可是因为他的任期至少要到2028年，还好几年，所以假设美国的政策是跟拜登一样，川普跟拜登一样，那基本上菲律宾还是会有很多的功能了。就像是拜登任内那4年，大家应该印象很深，一下美菲峰会，一下美日菲峰会，然后小马可是又到白宫，那美国做的事情很多，还有包括这个海巡的演习，而且要求菲律宾跟其他国家一起做演习，提供菲律宾一些2手的一些军舰。那还有很多的做法是过去没有的，比如说在拜登任内哈，所以
把这个美菲的安全保障这个条约适用范围适用到假设菲律宾的武装部队不是在菲律宾本土。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赖总统是不是要在豪赌孤注一掷赌一把呢？我们说的是我们的对外的政策。看看《纽约时报》怎么报道的。就在赖17条宣布之后，纽时是这样说的：他说赖清德动作连连，赌北京受川普贸易战牵制，限制对台湾的报复。所以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中间，是不是赖总统他想出牌出招当棋手呢？我们看到赖清德的确说过台湾是棋手，不是棋子。可是有风险，可是是不是在剃刀边缘？我们先来看看台积电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就 Intel， 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引起了一些企业界或是台湾内部很多人讨论，会担心。那我们另外还加码对美国扩大的采购，赖清德说这样才能符合台湾的能源安全。就在他接见阿拉斯加州长之后，他说阿拉斯加的天然气也会列入清单。那我们看看呢，包括这个我们的经济部部长也讲了他说挡川普关税台美合造440亿的美元天然气管道，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是媒体的报道。郭智慧是讲说这个计划2030年之后只是签下意向书，还没有讨论到金额所以是有影咯。有影吗？有影吗？那如果对半出资就是220亿美元，台电将支出大概是6600亿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这是根据韩国媒体的这个透露台湾跟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上个礼拜已经签署了意向书这么巨大的一笔钱，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是做输油管的这个管道的建设呢？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大陆不断的出击他们有一些武器，他们有一些工具，包括你看到他们有一个贵金属或者是说稀有金属了叫做铋这个东西呢是在很多的国防啦，有很多的地方都要用的所以中国大陆把包括铋在内的5种材料列入出口的管制清单就把它扣在手上随后中国的铋出口在2月骤降就不让它出去，导致全球市场供应紧张，现在价格攀升据说飙升了将近500%那我们看到因为80%的这个精炼的技术，这个铋都是来自中国嘛，所以又被中国给扣住了。那美国从2013年12年前就完完全全没有生产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2大强权中间有非常多的武器可以牵制对方。而另外我们看到呢，4月2号这是一个这个美国川普讲出来的对等关税的一个日期他要丢出来每一个国家我会给你一个数字有可能不包括微晶片和汽车吗？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白宫非常有可能会豁免一些特定的行业的关税，包括微晶片跟汽车产业。不过现在消息太多了，我们也不知道要相信谁，一切都在川普的一念之间。我们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的智库当然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说可能会对中国有利原因是什么？因为经过好几轮的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大陆的平均关税已经明显高于大陆对美国的关税，所以你要征收对等关税，现在看起来对中国比较有利所以这个变成一团这个混战了。而黄仁勋 NVIDIA 他说华为征服每一个市场，有华为在美国就搞不定那黄仁勋进一步说，华为是中国最强的科技公司征服了他们涉足的每个市场。华为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逐年增强因为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就是有一点被卡了他这个努力是搞不定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有一些美国的企业正在中国大陆访问，在北京有一项论坛有一项这个活动。那还有一个人他们说他是挺川参议员
这一位先生呢，他今天跟李强见面了，挺川参议员叫戴恩斯啊，两个人见面，那谈了什么呢？有记者在现场读访了这位参议员，我们来看看。Do you really agree with the U.S. Tariff policy? 这个一个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现在得每天早上得看新闻，我得知道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好，你刚刚看到这一位参议员叫戴恩斯嘛？记者有在场边读访他，说：“哎，你对于美国的关税政策，你同意吗？”他笑而不答，他当然不能随便答嘛。我们看到这一场所谓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年可以说是冠盖云集，包括有80多位的跨国公司在这里来参与大咖在这里，苹果的 CEO 库克，还有三星韩国的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他们都在现场谈未来的发展，还有各项的合作。必须讲iPhone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暴跌所以库克访京访问北京那当然也有记者问他说：“哎，你对于 DeepSeek 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你用过吗？”那当然他就说：“感觉不错感觉好极了那他说有用过那当然你在这个做客嘛你的万事都要非常的客气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商务部部长这个是可以看到呢，他会见的这个包括 Benz 还有 BMW 的董事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Benz 的 CEO 宾士的 CEO 康林松就说到中国就像回家一样那大家看起来就是一团和气那也有很多人意有所指的说，有矛盾就应该通过对话解决，关税只会让大家双输所以你看到企业界自己找活路，来请教亮哥。我觉得赖清德的动作做这么大主要是他要让川普听到台湾的处境因为川普知道，大家都知道他即将会跟习近平见面嘛，这早晚会发生嘛。那台湾的声音，美国都一直不一定听得到，那样只看到台积电，那不知道台湾的处境，对不对就这点来讲，也没什么不对了。所以就把事情搞大。对，可是这里面有它的风险因为小国能够当旗手，坦白讲，全世界只有一个以色列啦，那是因为犹太人对美国的超乎比例的影响力嘛，没有一个小国能够当旗手了。你这个东西就是以巴咬狗嘛，这个美国是，尤其是看谁当总统像川普，他对以巴咬狗一定是非常讨厌的，所以你的风险就是他会不会生气，然后联手中国来做交易，这当然是一种可能嘛那没有错啦，就是目前的国务卿卢比奥是比较支持台湾的他做了蛮多动作的啦，因为坦白讲，古立言 AIT 那也是属于国务院嘛，那古立言出来表态不是吗？接受专访然后包括那个国务院的网站把不支持台独删掉，然后包括卢比奥去 G7 也把一中删掉，对不对？所以卢比奥是支持台湾，这个没有问题重点是卢比奥不等于白宫或者是卢比欧可以做多久？你也不要讲那么难听至少那个川普国务卿只用过2个嘛，那第一任的时候 Tillerson 做了1年半，那后面都是蓬佩奥卢比奥至少是亲台湾，这是确定的，那当然也包括国会的共和党建制派，还有民主党，这个都是支持台湾的，可是我们就担心川普在决定台湾可能更着重两岸的因素中国大陆的交易那白宫就直接出手了而且我也不认为美国的军方卢比奥掌握得住了，所以这里面有3股力量就是白宫、军方还有国务院那我们目前当然是得到卢比奥的支持，这个没有疑问可是风险很大了，因为卢比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我是说他在美国政坛的力量这可能川普加上马斯克就把你压过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你那个分寸要拿捏的好啦，不然他这个坦白讲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因为你看美国还故意帮你修正，说你那个是政策提议他不说你那是 policy， 说你是 policy proposal
那接下来就轮到你要提法案，还有行政院的各种措施要出来了嘛。那美国会怎么评价？真的不知道，还要慢慢看，还不知道。那你觉得这算是艺高人胆大吗？赖清德？我一直不认为他艺高啦，就是敢赌啦，敢赌啦。可是胆大，可是风险极大啦，我们只能这样讲哈。那台湾对美国的对等关税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税率不算高，我们只有6.5嘛，美国是3.3。那美国着重的是台湾出口到美国的部分，那我们出口到美国的部分很多都是电子零组件，那本来就没有税啊，所以我们比较麻烦是农产品啊，那这个就要看美国要不要进来台湾，因为目前川普看到的都是去美国的啊，所以他就讲两个嘛，一个是贸易顺差，那我们贸易顺差非常高，第6名啊，739亿，所以我们已经做出一些承诺嘛，比如说天然气愿意买啊，等等等啊。那对等关税，我认为对台湾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出口到美国本来就关税不高啊。那有一些国家影响很大，比如说韩国，韩国的平均关税是13.4啊，印度是17，然后东南亚现在每个国家都怕得要命啊，越南2个都中，它的关税12，然后它的贸易顺差排第3呢，哇，很高，1235亿，2个，所以越南是重伤了，泰国也重伤了，可是我就是觉得对等关税对台湾还好啊。那中国大陆，你刚刚讲嘛，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税已经被加到34了，对，所以再怎么样也比美国高啊，所以到美国的税34，美国到中国的税7.5，平均啊，我们讲平均啊。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幕僚会说，对等关税这个议题搞不好对中国有利啊？因为中国是贸易顺差超级大，排第1嘛，2549亿，那个部分，川普用关税来炸它啊，中国大陆到现在不买账啊。川普当然会希望你多买一点什么农产品啊、能源嘛啊。那我们台湾能源部分我们已经表态了啦。那农产品会不会表态，我就不知道了。是采购大量的天然气，现在看起来是这样。来，请教将军。我认为台湾是棋手还是棋子要看我们的主动性够不够，我们的条件足不足，我们的这个环境能不能自己来掌控。我认为这是关键的。你要整个有一些指标性，拿指标来做检证，是表示说我们到底是棋手还是棋子。我认为我们相关的条件，我们目前并不够，没有办法当棋手哦。第一个，我们来看哦，我们一直要争取的这些先进的军事装备，我们争取不到包含逆中战机等等，还有非常多的，还有包括空中加油机非常多，我们争取不到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能动性不够，我们的影响力也不够，还是我们的游说这一方面，我们差了一大截。我们想要的，我们拿不到。就我们拿到了都是旧的，而且甚至我们不要的、发霉的等等，这个状况，我认为军售我们要有个指标来做检证，到底是棋手还是棋子。第二个呢，我认为要当棋手台湾一定要团结，但是我们搞大罢免，那没办法团结嘛，没办法团结，你去当棋手不可能嘛，你只要不团结，这个社会绝对是当棋子，因为你里面的话，你搞大罢免、搞大内斗、大内耗，你就把自己的精力、实力耗掉了，你怎么去当棋手？那就被沦为棋子。你想要当棋手，力有未逮；你想要当棋子，那你被人玩弄、被人操控。我认为这个也是个指标，我们可以做检证。第三个，我们看台积电赴美去投资1000亿美元，加上原来的650亿美元，总共是1650亿美元，好像就这样子，我们好像没有筹码来交换呢。这个一要去就去了。让我们的人才流失到美国去了，我们的资金到美国去了，我们将来这些台积电的税收到美国去了，因为这相关的就业的都到美国去就业了嘛。那这个样子，我们台湾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被掏空了一些？甚至我们的这些就业的市场，年轻人未来就业的市场也没有啦。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到美国去了，你要就业上，那你到美国去就业啊。为这个状况所以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1650亿美元，就是5.3兆台币，这个也是一个检证的指标。到底我们是真的去对台湾有好处吗？资金留在台湾，人才留在台湾，税收留在台湾，供应链留在台湾，壮大台湾，这才是基本之道啊。
那怎么会被人流失出去了？我认为这也是个警讯啊，这表示说我们可能也变成棋子了。那最后第4个，我认为共机共建呢，在台湾这边周边做活动啊，我们都是被动因应，我们有没有拿出主动的作为，积极的因应？我们事先是不是超前部署，让我们能够事先掌握情报？我在我们的预定的区域或者预定的空域、预定的海域，先去做个部署。在这方面不是，他来了多少的这个战机，多少的军舰，我们都是被动。我们好像这种军事的主动性，不够哎。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这样子想要去当棋手，我认为条件不够，实力上是有问题的，在这个战略上跟策略上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卡没有越过，所以当棋手，我们只是个说法，并没有我们讲到了达到一定的条件。是来请教大中老师。对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川普团队里面的对中政策是大家最有兴趣跟最好奇的一般初估带有3派了，就像刚才所讲，毫无疑问，像是这个卢比欧国务卿，还有国家安全顾问瓦兹，财政部长贝森特，包括 USTR 这个贸易代表署，包括纳瓦罗就是之前川普1.0这个在川普任内做过事情，现在还是资深的经济顾问，还有美国新川普任命的驻中大使，还有美国的民意跟美国的国会，基本上可能主张对中强硬一点。那这些官员大概可以把它贴一个标签，叫做对中竞争派，就基本上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关切。那第2大派主要还是马斯克因为他还是比较务实一些，比较重商业利益。那这里面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部分的国家安全团队的团员比如说国家情报总监，还有比如说是 FBI 的局长等等。但真正的关键点是川普以目前来看是比较站在这个阵营里面的。那还有第3块，就是目前还看不出所以然来，包括副总统凡斯的确之前讲过说认为说俄乌战争不是那么关键，美国应该把专心跟注意移到亚太，看起来是要回防这个北京，但他到目前为止对中政策的表态上并不明确。还有一个海格塞斯国防部长也是，所以这里面其实真正的关键人物，我觉得就是川普了。那以川普的个性跟他的风格，应该是目前来说都没有讲难听的话，因为目前美中还要再做接触，所以现在这个戴恩斯到底的重要性多高多低，其实是很难说，因为他的确是川普的忠诚的盟友。早在2023年，他就出来背书选举，川普很重视这个朋友跟盟友。但是他这次去当然也很低调，因为他去之前去看过川普的，但是白宫的讲法是我也没有给你背书你没有任何的授权，所以他去那边所讲的话，我觉得大概是北京或是他自己可能会希望扮演一种传话人，或是一种试探的铺路的指标性的探路的角色，但是能不能够碰面，我觉得未来是关键，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在。